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号，视频来聊一下昨天美元大跌的情况下，比特币为什么不涨？在周线里面的这个 KD 指标有哪一些知识值得我们认真去挖掘的？因为去年的时候一直在抄底比特币，2万下方有爆过一次仓，但是最终在 15K 的底部抄底的一笔多单，也是一直在猜美元的顶部会在哪一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比特币的底部。最终是这个美元114的高位，它就是一个最高点。因为历史上在月线里面2004年跟2005年06年连起来的这个压力线，08年09年压力过不去，15年16年压力也是过不去，然后这个114的高点最终压力是压力，目前是一直在看空整个美元体系。所以等下也来跟家人们讲解一下，包括日线下一次暴涨的买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类似这种1月份的暴涨的买点。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线的这个比特币价格。昨天美元是跌了，但是比特币现在是也不涨，不涨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很明显还是一样，就是这一个大箱体，昨天在跟大家讲，有可能时间不排除从这一根开始计算，你去看一下200天后有没有可能会大涨。然后这个 KD 在日线里面也是在时差，还有周线里面的 KD 也是在时差。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讲周线啊，先来看一下日线，一般大涨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在今年的1月份，当时是在这个点位哦，跟大家讲一定要进场去追价，所以我是在计划下一步，如果比特币分流大涨的位置有没有这种再穿过80上方的动画区刚启动的位置，到时候跟粉丝朋友一起再疯狂的赚一笔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时间来到这个位置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继续再穿过这个80上方，类似这个位置穿过80上方，它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有可能我的观点是，就整个中线目前都是在箱体震荡。然后上一次有跟家人们聊的，就整个箱体的区间，如果要做的朋友有2个点位，一个就是整个中线的这边，如果是一个大中线的一个杯柄的结构，这边全部都是在画饼。杯柄一般整理的位置有一个买点，就是尽量看低点的位置找支撑。那上一次2个低点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撑住，或者是右侧的朋友也可以等这个箱体突破的时候，下方必须要放量。像这种突破的位置，比如说整理到一段时间，未来突破这个箱体的时候，到时候看要不要追价的动作，这是2个手法。然后之前在1月份底部的时候也是有跟家人们聊过，就是这个买点它事隔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上一次这一个白色的 K 值跟黄色的 D 值，它穿过80上方的时间距离这个位置相隔的时间也是接近280多天，有时候有可能类似这种暴涨的位置要等很久很久啊。所以目前也是在这一画，现在还好它这个 KD 时差，但是它还是在50中轴附近啊。只是不好的一点，最近的收盘价格是破了20MA， 那我的观点还是一样，你不然就以箱体震荡为主，它随时可以破20MA， 随时也可以再反20MA， 因为20的成本目前全部都在这个区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位置，在周线里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目前还是在日线的图形啊，也就是我记得在2021年当时7月份比特币日线这一个底部的区间里面也是有很多多方抵抗的 K 线，比如说这个吞噬，这个也是一个插入，这是一个成型拇指线，拇指线最后一根吞噬起来的时候，后面是上去以后，还有跟朋友们讲过一个买点，就是压回的买点，类似这种我们要配合 KD 指标，它在死叉的位置，你不要等金叉再买，金叉再买有可能类似这个位置金叉价格已经上去了，就是在死叉的位置找20的一个 MA 支撑区，像这种位置去找买点。所以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现在在周线里面的比特币，这个是在周线图形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的成本，也就是这个趋势通道，目前是一直守在这一条红色的20成本附近， KD 指标是在时差，
所以左侧的朋友现在是整个长线趋势是向上，在波段里面或者是中线里面，它目前是在整理的左侧。我的观点是有压回的位置，就类似在21年的那个位置，它是守在20 MA 上方，是它的位置。因为现在的一个走势是这样子啊，周线里面我个人观点，它目前是一个上升趋势，虽然是 KD 在使它，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整个熊市的空头。这边的趋势都已经被突破，或者是这个位置的趋势也是被突破，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之前的 KD 指标，一个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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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降低，它整个 KD 指标里面也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包括之前在这些低位的位置也是有跟家人们讲过，为什么在这个15K 抄底，就是因为它下方是在底背离，底背离在周线里面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买点，也是希望朋友们2万下方或者是15K 一定要重仓去抄底到现在，目前也是在计划。那下一次暴涨的买点 KD 指标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当然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它整个周线也是不排除下一次会不会有金叉的位置，你尽量利用左侧压回的位置，我个人是觉得 25K 支撑是非常的强，就是这一条颈线的位置，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因为最近可以观察一下美元指数现在是在跌哦，基本上我是一直在看空这个美元，因为什么？它这一个价格是在250均线下方，有反弹的高点，也不确定会不会去这个250。我的观点是有反弹的高点，你尽量整个长线给我看空，因为它跟历史上的一些位置是很像，比如说在20年的5月份，当时这边破了这个250的均线，每一次有反弹上去，它也是上方这个250均线压力是非常的重，最终是一大波空头的走势。然后比特币体现在周线里面的一些暴涨的买点，我们要细心来观察一下，也就是比特币的这个 KD 指标。上一次 KD 指标在这个位置啊，也是一直在跟家人们判断穿80有没有可能会被强势的一波暴涨，但是也不会啊，它在这个位置目前是在箱体震荡，后面是破了这个80。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分流的位置，如果是第一浪上涨，二浪整理时间能不能拉长个200天，三浪上涨的位置有可能就是 KD 指标穿80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历史上，它在上一次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个低点后面拉上去，这个位置穿80，距离上一次 KD 指标穿80，也就是在顶部的高位的一个位置，在这个区间啊，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接近476天。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更早之前呢，比如说2019年第一波牛市的上涨，这个位置穿80，它在2019年的这个位置上穿80，后面破80以后，下一次比特币再穿80，这个时间我刚刚改了，是2020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也就是大暴涨的位置，这种位置就是 KD 指标穿80的位置，后面一波上涨有可能动不动都是5到6倍的一个上涨。那这里面的时间嘛，我们可以从这个位置比特币破80的位置到下一次比特币 KD 指标穿80的位置，时间差不多是在483天。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也是非常的巧妙，比如说2017年当时顶部穿80以后，后面破80的位置有可能就是代表着顶部已经是或者是整波上涨的一个调整应该是要开始了，破80的位置一般就是中线的整理，代表有可能就是开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位置的时间也是破80的位置，它距离下一次比特币这一个周线里面的 KD 指标上穿80的位置，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也是462天。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是破80已经进行了多少天？如果从这一根开始算，现在差不多是28天啊。28天前面的一些时间参考时间是不是在400天？个人观点，下一次它穿80暴涨的一些位置，会不会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如果真的还有300天的一个整理，或者是也是不排除这个位置整理到10月份，或者是今年底，会不会有一波上涨，然后突破了这个 48K，
后面再整理到明年的3到4月份，到时候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可能继续一波创80的一个行情。个人观点就是现在的日线有可能还是在震荡，也不排除这个位置200天举行箱体震荡到位，到时候看会不会去突破这个 28K。28K 突破的时候必须要放量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留图。